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飘荡着一只小船，父亲王新成和儿子大福坐在船头，脚上绑着石头。父亲对着儿子微笑，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，跟儿子也跟这个世界。然后两人一起跳入海中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这是电影《海洋天堂》的片段。文章扮演的大福是一个自闭症患者，父亲在得知自己癌症晚期后，担心大福无法在社会中生存，做出了最放心也最绝望的选择。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，也真实反映了自闭症人群与其家庭的艰辛。4月2日，世界自闭症日。愚人节的后一天，仿佛上帝也给这些特殊的孩子开了个玩笑。自闭症也叫孤独症，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神经发育障碍。据统计，每1万人当中就有60至120人患有自闭症，男女比例约为4:1。自闭症是与生俱来的，一个人如果出生的时候没有自闭症，那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得自闭症。反过来，如果他生下来就有，那自闭症也基本会伴随他的一生。罹患自闭症的孩子也称为星星的孩子，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，在遥远而漆黑的夜空中独自闪烁着。很多人经常会自我调侃，最近压力很大，我快自闭了，这段时间真烦，快要抑郁了。但今天我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引起大家对自闭症的关注，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。这个男孩叫森友，2岁时被确诊自闭症，母亲因此离他而去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自闭症没有被治愈的案例，许多自闭症孩子的父母都抱着养孩子一生的心情，但森友不一样，爷爷奶奶能够照顾他的日子更短。如果他不能独立生活，一旦老人去世，未来将是彻底的黑暗。爷爷奶奶只有一个愿望，一定要在自己离世前培养他融入社会、独立生存的能力。为了能让森友像普通孩子那样去学校上学，奶奶跑了4所学校，终于有一所愿意接纳他。而如此艰辛的努力，也只是培养森友的第一步。在刚入学的时候，奶奶非常担心森友无法坚持下去，因为自闭症有2个核心缺陷：一是社交障碍，没办法与正常人进行语言和非语言交流；二是行为怪异，会不断重复一个动作，比如挥手。森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会在课堂上发出叫声，会在吃饭时把手伸进汤锅里捞肉，这些也招来了周围不友好的声音。一些老师觉得学校什么人都收，一些学生故意排挤和嘲笑他，但学校更多的是关心他、包容他的人。为了让他能在教室里坐着听课，奶奶每天陪着他上学。针对教职工的不理解，校方召开了会议，呼吁大家换位思考。学生家长也给予了很多理解，他们把这当作是孩子与特殊群体相处的一种磨练。森友也不负众望，他花了1个月时间，终于稳定了情绪。到初中的时候，已经能自己一个人在教室里听课了。你相信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，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句话吗？至少在森友身上，我再次看到了希望。上学期间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的天赋逐渐显露出来，学会了钢琴、吉他。通过自身努力和外界人士给予的帮助，森友获得了在清华大学和郎朗同台表演的机会。演出当天，他大方得体，没有怯场。奶奶也坐在观众席中，看着他细心栽培的普通孩子，感到一丝欣慰。或许奶奶可以放心，虽然自闭症会伴随森友的一生，但他已经成功融入了社会，而且不光有爱他的爷爷奶奶，他也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关心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2019年的自闭症日，在青岛海昌极地海洋公园，就是电影《海洋天堂》的主要拍摄地，举行了与星星同闪烁，用爱包容所有青岛海昌极地孤独症儿童月启幕仪式。森友也来到这里，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吉他表演，而且体验了用潜水改善孤独症行为特征的新潜项目。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不仅见证了海洋天堂里大幅的成长，也成为了众多星孩们新的筑梦之地。森友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据五彩路自闭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《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报告3》，截止2019年，中国有超1000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，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约有200多万。这1000万星星的孩子会跟森友一样幸运吗？我们再来看几个关于自闭症的敏感话题。不仅外人会对自闭症认识不足，很多自闭症家庭有时也分不清孩子是自闭症还是傻。有记者采访过一个自闭症家庭，孩子虽然3岁时就被确诊过，但20年来父亲一直半信半疑，认为孩子只是单纯的傻。另外，有些相对贫穷的地区，医疗条件有限，也会
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